好，来看一下啊，今天我郎是给大伙儿带来一个诸葛亮的晋地一命通关啊。这个《三国战记2批》我好像是这个以前常说啊，说到这个很多人说小拉不愿意看了，尤其是你做飞花的飞花大神的。那这次给大伙做点极限的啊，就是这个晋地的。晋地是什么意思呢？说难听点，就他妈的是不让用宝啊，不让你放宝。不让你放宝的话，那这个诸葛亮你肯定会说啊，诸葛亮这个人呢不放宝也很厉害啊，比如说诸葛亮那个八卦阵啊，又放雷放什么的，但是呢不一样啊，你会发现他的武力值非常低，那这样的话就很难受了啊。如果晋地的话呢，诸葛亮凭借一把3寸小剑啊，手里拿着一把银蛇剑啊，那就难受了，对不对啊？这个非常非常难受了啊。好，撩起来。就你说不克门的那种，我跟你讲，那你都不知道什么叫极限拉扯。你上来一手大门，对面一手大猪啊，都没有气，大猪上来就是一顿拉扯，一顿转球，哎，你朝天脚，你照你的说法，那大猪跳朝天脚，你朝天脚他妈那你但凡有升龙的人，你一跳舞就升龙就完事儿了呗，那还用说啥呀，对吧啊？对吧？你就是我告诉你，什么人物最牛逼啊？假设不是人脑的话啊。你就看那个外挂啊，你看那些但凡是有外挂的人，对吧？你但凡有外挂那些人，他但凡是那个选什么人物，他就什么人物最厉害。最开始外挂都是什么？都是大门，对吧？后来发现这个外挂觉得大门不厉害啊，换成了这个八神什么的。后来觉得八神也不厉害，换成了红丸。啊，当然不是不厉害啊，就是不是更厉害啊。你给他换成红丸之后，对吧？你一前跑，他就下青腿。对吧？你跳我什么站青腿呀、什么升龙啊，都跟上啊。那就是你看他这个 AI 猛到哪就猛，是吧？好，我们看看现在啊，这个第一关啊，这个全程用小剑，其实对于这个玩家来说啊，也是比较这个考验技术的。其实像那个咱们这个大空翼啊，我们也是做了好几期他的视频了。他就是特别喜欢做这种极限的吧，我觉得就是这个游戏的乐趣呢分为很多种，比如说速通啊，比如说那个完成这个游戏所有的剧情啊，这个完成度啊，或者说是把所有路线都打完了啊，再就是打得华丽一点啊，可以什么秒杀呀，什么那个出一些特色的 bug 呀啊，可以秀 boss 啊什么之类的。再有一种呢就是啊这个摊分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像什么挑战，比如说无伤，比如说禁地啊，当然呢还有什么进 BCD 的啊都有，但是呢这个没什么说的啊。这个游戏的话，禁地其实也不难，因为这个大空翼它也打了3个禁地的啊。你比如说你觉得很弱的人啊，比如说你像这个用的人很少，像逆关羽对吧，也是可以禁地，像这个锦马超啊也是可以禁地，其他人的包括啊你正关羽什么的也一样玩没说的啊。这个禁地是禁地，但它不进气儿，有的时候有这个气儿。关键时刻就可以打出来，因为作为原版游戏呢，你要知道啊，作为原版游戏的话啊，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就是说这个没那么变态啊，没那么变态。你要改版游戏，你要禁地，那这个你的人物肯定有点加强啊，人物有点加强，怎么加强呢？就是把这个比如说咱们的技能啊或者伤害上调，要不然你没法玩。你看现在那些什么这个2012系列什么无双版战神无双什么，包括飞天雪设计那些东西啊，你技能你要不变态，没点赖招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好，刚才呢被夏侯惇打了3套，费了不少血，但是这个三国战记2批对新手最不友好的就是加血非常少啊，加血少的话呢你懂的啊。这个所以说尽量保证自己无伤才是关键中的关键啊。好，来看看第2关，这个新野城啊，我跟大家伙讲一下啊。新野城呢，咱们小的时候看各种游戏啊，都知道啊，这个新野城是刘备镇守的。我们在这里啊，以这个所谓的《三国演义》啊来讲它的所谓的《三国演义》的这个编年史啊，当然不是真正的历史啊。其实这个新野城啊，我就感觉真的是挺狠啊！你说连自己对吧，连自己的人都要烧掉这个新野城啊！你要把自己的城烧掉那种感觉，就好比我看那个大染坊，的时候呢，对吧？这个日本鬼子侵略啊，侵略之后呢，
这个陈寿亭就是六哥啊，他直接把那个厂子给烧了，给炸了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个说到底还是因为曹操的人品太差。曹操曾经是屠过城的啊，屠城大家伙知道什么意思吧？屠城不是一个统治者他想屠城，是他屠城的目的呢，是第一是为了让自己有威慑力，像一种这个交涉啊，就威胁你啊，比如说今天晚上比如说小狼跟那个小狗说那个今天晚上你来今天晚上来，然后那个你给我拿100块钱你不给我拿100块钱，你废了你废了，我上学天天就堵你，天天就打你这个你要告你家长，那你更废了，你在这个学校混不下去了你在这个学校混不下去了。然后这小孩害怕了，被校园暴力威胁了，怎么办没办法，怎么办？那怎么办那就只能乖乖的拿钱就是有的人就被忽悠了。你像屠城就是我告诉你你们赶紧投降，你不投降我打进去我不是要屠城我们士兵在攻打这个城的时候损失了不少有的人兄弟上战场，父子上战场的都死在了这场攻城的战役之下。所以说我破完城之后呢，肯定是打劫你们男的就搞死，女的也搞死好，那曹操对吧？有的时候你屠城下达这样的命令对于老百姓来说很害怕的，你知道吗？你说老百姓也没办法呀，如果要是这个当官的他不投降又不是我不投降的，对吧？又不是我不投降，我也做不了主当然呢，其实这个威慑力大的话呢，也不是做不了主。历史当中也有很多就是你投降投不了了然后那个你不投降宁死不降，然后老百姓民变说你不投降对抗那个大军，对吧？尤其你们造反结果呢，可能民兵组织武装还真不小心就是吧，就搞内变是吧？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呢，屠城呢不仅这个起到威慑力，还能在心理上给对手和对面的这个人民压力，让对方先矛盾起来对吧比如说还有一定的诱惑力比如说你们的这个副将如果把你们的主将杀了，等到投降到我这儿来，你官升一级对吧？就是这种好，为什么要走这个路其实这个地方有一个衣服叫黄袍。这个黄袍呢是整个这个游戏当中比较特殊的几个衣服之一。黄袍呢是加集气速度的，咱们没有这个武器的话，没有这个宝物的话，咱们只能靠必杀技。必杀技呢就是比如说像刚才咱们放的雷八卦阵之类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只能选择让自己的集气速度呢变得稍微快一点。在杀死每一个单位的时候呢，会加一定的这个集气量。所以说走这条路的话呢，咱们正常是有这个黄袍的但是呢，这个你也知道吃不吃这个另说你懂的好，我小的时候呢，没有被学校里的人要过钱，但是呢，我是被游戏厅的要过钱。我已经说过几次了我已经说过好多次了。而这个跟大家伙讲，如果说你们这么说你们可能不太理解就是说有的时候校园暴力呢，他是看你好欺负，他欺负你，然后你更好欺负，他就更欺负你他就越好欺负就越欺负你。很多人说呢，你反击打不过怎么办？实话实说碰见校园暴力通过寻常方法解决不了但是他就盯着你了。就好比就是有一些道德绑架就这么说那个他怎么不欺负别人就欺负你？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家庭原因，比如说他看咱们穿着比较穷可能侧方位打听到咱们的这个家庭呢可能比较复杂，有的是单亲家庭，然后呢父母还没啥能耐怎么样可能会给你起外号过来骚扰你。事实上呢，人已经被家庭伤害过一次了，再被校园暴力，再被这些老师冷漠，这种事儿呢确实挺丧。不过呢，人想要坚强起来人都是有自己的生存之道的，对吧？被校园暴力了之后呢，我不建议大家伙拼死反抗，但是我一定要建议大家伙不要不反抗都是有一个临界点。
但是现在呢，已经没有所谓的大家伙了。我认为听小狼解说的人啊，最次，现在也得23、24岁了吧？啊，比如说你看咱们现在直播间里面，大概都是30岁左右的啊，小一点的28、9，啊，然后大一点的37、8，比我狼还要大。剩下的23、4、24、5的可能就是一些女孩，因为这个我自从我干了解说之后啊，我做了这个解说之后呢，男粉呢是比较多的啊，大概是就是全是男粉。但是呢，后来呢，因为我的长相还有我的声音的问题啊，吸引了不少女粉，这些女粉呢非常年轻，所以说呢，我女粉比较多，但他们已经经历过了这个学校的时光，所以说你懂的啊。这个就这个意思啊，反正你信不信就这个意思啊。黄袍在那个刚才那个上方那个黄袍在刚才上方的那个胖子身上，可以顶出个黄袍出来啊。没有女粉，来，我没有女粉吗？我没有女粉的，我实话实说，你看。我现在但凡是这个好的，咱们可以看到踩这个太云天一没有吃黄袍啊，兄弟们，你看刚才他没吃的啊，他没有用黄袍，还是用青铜甲，然后呢这样的话呢换了一个3级跳，这个3级跳呢啊也是一个特殊的，你看黄袍是加极限速度，然后呢太云天一呢是3级跳，然后呢如果说是那个谁的话，如果说是封神袍就是加移动速度，反刃甲啊有反刃甲。还有什么比如说这个什么金丝战袍啊，这都是特殊的衣服啊。打司马其实我觉得对于高手来说不难啊，因为这个三国战记2P 也就是群雄争霸这个系列呢，打这个司马是可以卡兵的，把兵卡好就是无限连嘛，对吧？你就是无限连，那基本上啊。那个不是诸葛亮把刘琦杀了，他是把那个刘琦给打跑了啊！刘琦打跑了之后呢，这个你懂的啊，直接负伤，哒，直接跑了啊！金丝是什么特殊啊？金丝战甲是什么？金丝战甲就是有这个什么属性啊？就是那个霸体属性，就是硬汉，知道吧？就相当于你开了那个五子兵法差不多。欺负人呢，本质上大家伙知道吗？其实暴力啊，这个欺负人呢是本能，是一种，我觉得其实反而是一种懦夫的本能啊，尤其是欺负一些老实人啊，欺负一些所谓的这种可能是比较本身啊，就是本身咱们就是这个身世就比较对吧，比较这个不太容易的那种。其实我应该少喝点可乐的，没毛病啊。但是呢，我就是忍不住买了一瓶。怎么说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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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好，卡住了。这个铁甲兵是内奸啊。好，开局一个防，刚 CD， 防，哎，就是 A 步道啊。我感觉防了之后不要刚 CD 嘛，他这么打，好的追地打出来了，但是节奏不是很好。下蹲 A， 他这么打太慢了啊。好，节奏起来，单 A 前沿锁，可以了啊，这就无限连了啊。现在有一些校园还有一些这个软暴力啊，就是其实我跟你们说啊，就是学校。无论是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其实都是社会当中的一些现象的一种缩影。我认为是这样的啊，都是一种缩影的。这个，它确实是啊，像这种事儿呢啊，咱们不能大书特书了啊，因为没什么意思啊。因为这个，希望呢咱们越来越改善。校园暴力本质上也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因为施暴的人他也可能是。他也只是一个孩子，他也不懂什么事儿。但是呢，有的时候吧，有些人呢，就像很多人说，三字经里面说，人之初性本善。
这个事儿呢，其实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靠谱吧啊。我觉得人之初性本恶啊，这个恶是什么呢？就好比大自然界当中就有一些对吧天生的东西，人有很多的这种欲望，有很多的这种需求。大自然界当中有很多，你像我们看那个黑猫警长，不是有一个那个小螳螂是吧？小蟑螂还不是蟑螂，就小螳螂还不是小什么呢？对吧？在新婚之夜把自己的丈夫吃了，那是大自然当中的法则。比如说咱们看那个鲨鱼啊，咱们看那个叫火影忍者里面也有讲这段啊，那个鬼角他不就是嘛？他就是说啊，这个鲨鱼呢，在这个怀孕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呢，这些小幼崽就开始争斗啊，存活率很低啊，对吧？这些幼崽就在肚子里面争斗，像这个非洲的狮子，对吧？它是壮年的时候，它打败了一个已经年老这个手上的这个爪还有嘴里的牙都已经老化的那种狮子，它打败了它之后呢，把它的母狮子抢到手了，然后呢，把它的所有的孩子全咬死，然后他自己当了这个狮王，所有的这个。为什么很多人说为什么要咬死呢？就跟河马似的，可能他咬死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这些母狮子呢快点发情啊，然后呢赶紧跟他再交配什么的，然后等到他老的时候呢，又会有一个年轻的狮子把他再打败了，啊，对吧？都是有这种啊，这个叫原始法则。人类呢，这个也是进化而来的啊，甭管咱这个进化论也好，还是说。起源到底是咋回事？咱现在不知道，但是人类也有本身的这种欲望啊，他也有争斗，也有这种满足自己的这种欲望的时候啊。狮子的话，确实是啊，狮子天天干母狮子是有的啊，天天跟母狮子交配是有的，但是呢，这个狮子呢，它的这个交配时间可能很短吧，可能有几十秒钟，可能就不到啊，往多了说可能是50秒啊就没了啊。好，这个追地是没追上。不是老动物世界了，这个它真的是这个设计啊，就是人也是一样嘛。你像啊，这个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对吧？他就是想吃奶，对不对？他就是想吃奶。你比如说，你可以对吧，把他奶瓶子或者把他那个母乳给断了，你可以威胁，你可以试一试啊，你试一试。他会扒拉你，这个孩子在哺乳期的时候，他知道你抢我饭了，就跟有一些小狗，有一些家里养的宠物狗，或者宠物狗咱们先不说啊，比如说咱们小的时候家都养狗，你像我那时候家里也养过一只狼狗啊，就是看家护院的，因为我家住平房嘛啊。然后呢，这个狗呢，如果它怀孕了，它准备生崽了，它就会非常的护食儿，非常的护自己的窝。这时候就哪怕是你的主人，有的时候它不仅它可能不会生咬你，但是它会发出这个声音，就是就这个啊，哎，这玩意儿为母则刚的，它可能它没有什么概念，它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它只知道你打扰我吃饭了啊，我管你是谁的啊，对吧？它这个东西都一样啊。有的时候小孩，对吧？有的时候小孩为什么会撒谎？你们能想到？你们不用说现在撒谎。成年人撒谎，那就不用多说了啊。成年人撒谎，那每个人都撒过谎，就不用多说了。那你小孩，既然你是人之初性本善啊，那你小孩的时候你撒谎，你想想为了什么？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嘛，对不对？比如说你想看电视，然后呢，对吧？对吧？你奶奶说，哎呀，那个你妈妈不让你看电视，然后你说妈妈让了，其实你妈没让啊。但是你会为了让自己快点看电视啊，会骗，对吧？会打马虎眼，你会说啊，我让了啊，他让我了啊，就这个意思嘛啊。哟，这不小狼吗？几天没见，这么拉了啊？50秒可能算多的啊。小狼说一说三国还有什么好说的啊？三国就是魏蜀吴嘛啊。这个魏国啊，就是这个对吧？啊，魏国就是以曹操为首的啊黑恶势力团伙啊。然后呢，你感觉这个魏蜀吴这个事儿啊，真的是太嘚了啊！
其实事实上，但凡叫魏蜀，就有点，我一直都觉得怪怪的啊，因为这个“蜀”这个字儿吧，完了就像骂人似的啊。好了，人撒谎都是为了就是完成，都有目的性的啊，都是要有目的性的啊。好了，哎呦，猪哥一手大飞机，已不长，娶了媳妇忘了娘，赠送了我郎一手啊。还有我们的4F 哥也是一手办卡。不是啊，我感觉啊，现在是这样的，哈尔滨的那个疫情啊，基本上快控制住了。听说啊，15号如果期间没有新增病例，就可以解除所有的中风险啊地区。那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是不是可以去找一下我们的猪哥啊，搞一手啊？好，看看，一会儿这个牛金啊是卡，很多人不会打牛金，牛金呢都对吧？正常人都是用曹仁打，那你不让用这个剑的话怎么办呢？你不让用剑，你打牛金怎么说？对吧？你只能说是靠这个正常的武力去打。我来了，神之左拳啊 ，Come on baby， 猪哥。我想问一下，长春有什么牛逼的烧烤吗？啊，就是我不是为了要吃啊，我只是想研究一下啊，就贼火那种。好，你看这个人就是各种带那个硬直带硬汉，确实不好打啊。你打着打着他突然反击，你看，而且他不仅会刚 CD， 而且呢还有这个对吧？这个僵直取消，他甚至会瞬间给你一个反击，不好打。咱们卡外周打，好的，你看。很难受，有5颗气，啊，有5颗气，这个就一定要跟大家伙说清楚啊，这5颗气要用到手了。好，牛筋我喜欢烤着吃，牛筋，鬼金羊，牛金牛。这牛筋感觉看起来真的像那种邻家大哥哥啊，就是那种这个哥哥什么都会啊。什么叫什么都会呢？比如说，哎，那个哥，你看我这自行车坏了啊，我这自行车这个闸松了，你能不能对吧给我修一修啊？我会。哎哥，你看我这个电视啊，我昨天看的好好的，显像管坏了，你给我修一下呗。行，我会啊。哎，那个哥呀，你看我家那个原子弹坏了，你会不会原子弹制造与维修啊？然后当时哥就给你一个后啊叉啊，别闹了。不过咱实话实说啊，你们有没有见过那种人？就是小的时候啊，不像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或者说领域也非常多，那个时候都是传统行业，无论是干什么啊，他都会啊，就有那种人什么都会啊，什么电路啊，什么木工啊，瓦匠啊。你家盖个房子啊，家那个种个地啊，或者说怎么回事？你看哥，你看我这果树上长虫子了，喷它这个农药也不好使。你这个哥过来看一眼啊，一看看你家这个树叶子啊，你去那个农药商店，你不买那个贵的，你买那个便宜的，你买那个我告诉你哪个牌子，哎，你回去一喷就好使。哎他妈的，你说这玩意儿到哪说理去啊？啊，这没法说啊。就是大明白，西红柿大明白是吗？西红柿大聪明啊！长春人生一串，小东京会馆。去长春嘛，主要其实我没说去长春，我有一个真的发小啊，真的是铁哥们中的铁哥们，他现在开那个烧烤店遇到瓶颈了啊，想要找一个新的这个路子去研究个东西啊。我就在那个2中门口修自行车啊，对呀。其实啊，很多人都说咱们看那个老炮，看那个北京老炮啊，我个人感觉啊，他那个北京的老炮呢，这个要真是跟我们东北这边比起来啊，我实话实说啊，这个确实是差点
差点这种江湖的气儿感。很多人看那个90年代那种啊，咱不光说是看那个征服里面刘华强、风彪啊，什么宋老虎什么的这帮人啊，当然其实东北呢，咱也不是说什么东北往事、什么黑道风云20年啥的，但是呢，就每一个地方，哪怕就是一个小镇啊，都有几个派系。那个时候呢，这个甚至还有严打的时候，兄弟们啊，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了。现在呢，就包括香港的那些黑社会也有成功转型了，对吧？也有成功转型了。好的，这个徐晃跑了，徐晃跑了就是替身之术啊。牛永贵儿没坠机啊，这石溪哥怎么能说我坠机了呢？真是啊。梆梆梆梆梆梆，我就看那个小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啊。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人是我们当那边的所谓的黑社会老大啊，这个但是呢，这个黑社会老大呢是干什么呢？没啥事儿啊，就比如说我们各个学校有贫困生啊，他就资助上这个大学、上高中、上大学。他就掏钱儿，啊，对吧？我们那边有一个，记得当年有一个人是考了全年组第一，啊，全年组第一，那个升高中，但是呢，确实，学校能帮着管，但是呢，他有一个老父亲出车祸，然后母亲还不在了，走了，老父亲出车祸是半身不遂那种，然后呢，这个给10万，啊，给10万，这10万块钱呢，就是给他们的这个。给他们这个叫什么居委会啊，还不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可能1年给2万块钱，直到他上大学为止啊，可能是这么回事啊。你就是这玩意儿你没法说啊。我们都知道他是黑社会，但咱也不知道这个黑社会的定义啊。就我们认为是黑社会，但是他可能不是，他就是可能，咱就说这个意思。你像现在有很多人都那个啥啊，就是都选择什么呢？这个赚了钱了之后吧，做善事，做善事儿。很多人说，那为了求名，我感觉吧，这个所以说人之初性本善，不太正确；人之初性本恶，也不太正确啊。善恶都有啊，所以说这个灵魂是怎么来的，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啊，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啊，对吧？你像有的那个父母就是抢劫犯、小偷、杀人犯。而且希望他也这么来啊，但是呢，他就不是这样。有的人父母一个是杰出青年，一个是对吧？这个警察什么的，结果呢，教出的孩子呢，未来呢就犯罪啊，你没法说啊。我有时候天生的这玩意儿啊，你像那些黑社会的，他做善事儿，我觉得他也是为了图自己心安理得，他可能做了一些比较不好的事儿，然后呢，他做善事呢，对吧？这个业障嘛，就来，对吧？就来补一手啊，收手吧，阿祖，对，求心安，对，其实也是求心安的啊，就跟现在很多人买彩票，就是为了买一个希望，买一个心情啊。你就像那个我们那边有一个哥们儿啊，我这不是回老家了吗？他说他中了，不是他说啊，就是我哥们儿说他中了7、8万，这是很正常的啊，这是很正常的。我家老爷子还就是买那个什么3D 还老中1000多啊，但是这个事儿吧，中7、8万，但你知道他平时花了多少钱吗？对吧？他买了17、18年的彩票，每天买10多块钱，有的时候还买50块钱呢。你知道他这几年花了多少钱吗？对吧？你这个就没法说了啊。好，这个连招是真的狠啊！单 A 跳 A 下蹲 A 追 D， 咔咔的干啊！诸葛亮说句实话，清兵能力啊还是慢啊，还是面。因为赚钱的过程太不择手段。人是那么说的，在外面呢有事儿啊，说比如说男的在外面有事儿了啊，搞事情了，然后呢回来就加倍对媳妇儿好
有这么回事吗？好，这个地方我们看看啊，你招降不了这个这些武将了啊，就没办法啊。好像你这么一想，这些武将你都招降不了的感觉。那个牛金的话，如果你打得快，应该能招降，但是呢，你也打得不快呀，对吧？咱也没有能力快啊，这只能用体术，你怎么招降呢？对不对？好，百姓奉命灭。好，把这个乐舞哥加进去啊！乐舞哥这个准备要拉伙入群啊！你肯定在外面干过对不起你媳妇的事，你这话说的啊！大家伙看我这个长相，看我这个人物的人性，你看我这个，对吧？这个无畏的眼神，你就应该知道啊，是吧？我不是那样的人，看就能看出来。我是那样的人吗？显然不是啊，对吧？这个事儿呢，就是你不用想，你不用搁这儿那个，你看我狼人怎么地啊？哎，这都是社会心理学，知道吧？越是那种张牙舞爪的，你像我这老讲黄段子啥的，说明我心里坦荡荡啊。越是那种，哎，我老实人，我好人啊，我那个啥啊，对吧？啊，反正就说不是。我呢没说自己是好人，我没说自己怎么样，你们看，你们自己说，我像吗？对吧？明显不像，对吧？啊，好，夏侯渊啊，居然是一个传说中的小 boss 啊。这个夏侯渊在这个地方呢，明显是想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这里面夏侯渊也照样是厉害，你不要以为这里面的夏侯渊就没有硬汉功能了啊，他还是比牛金稍微弱那么一点点，但是呢，还是很强。你看，也有防御反击，一个雷。好，一个雪豹。你们说诸葛亮伤害最高的一个必杀技是哪个吗？啊，当然咱们不包括那个八卦阵啊，因为八卦阵本质上来讲是没有伤害的。他最牛逼的伤害就是他那个雷电。诸葛亮的不说错了啊，妈的我说错了，是他放那个飞沙走石那个招，那个必杀呢有一个雷电。如果你放的好的话，不仅被飞沙走石打中，而且那个电一直给他追着他电，这电是慢慢往前走的，可以一直电啊，这一下能打不少血，大半管。很多人玩那个 TAS 就用这个必杀来打这个 BOSS， 非常的厉害啊。好，看看，你看这个西游小哥哥也不知道，如果你用 TAS， 你们看那个《三国战记》那个 TAS 速通作品啊，这个诸葛亮放那个必杀赖逼啊，直接就是这个必杀可能现在没有放的必要，因为你可能控制不了 BOSS 的走位，但是 TAS 就可以。你可以通过自己的走位逼迫 BOSS 走到这个位置上，你放一个必杀的过程当中，这个雷电正好在这里，对吧？啊，又是非常经典的音乐啊。当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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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梆，小曲儿是真嗨啊！好，我们不要永远去分析人性，人性是需要自己看的啊。现在呢，我就碰见了一个非常尴尬的点，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哥们儿。啊，就是那种为了我打架的命都可以不要那种。虽然说我也没打过几次架啊，
都是年轻的时候事儿。然后我这个哥们儿呢，这个说要来找我，这么长时间了，然后也没来啊，都是说年前11月份就来找我，现在都已经3月份了。这最难受的是啥呢？是失联了，兄弟们啊，是失联了。什么叫失联了呢？就最开始他答应我做这个事儿，当然不是光来找我玩啊，不是找我玩的问题啊，是我们一起准备研究怎么创业，因为他挺有才的，还是个帅哥啊，长得比我还帅啊，你懂的啊。然后呢，这个准备呢，这个一起合伙干点啥，因为他现在也很迷茫。但是说的好好的啊，这个结果呢，我就每隔10天，我也没太长时间，我就问了他，后来问了3次5次之后呢，他就不接电话了啊，也不回微信，这个就比较难受了啊。就是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有的时候一个人他答应你的事儿，他如果要是他真的完不成，无论他有什么样的情况他完不成啊，我都跟大家伙说一句啊，有的人选择逃避了啊。比如说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你比如说这个事儿你确实整岔劈了，你没对不起这个人，确实是因为你啊整的挺岔劈，这个人挺惨，或者说是整的有点不太对了，然后呢也没有道歉，也没有啥了，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个字儿，就是逃避了。我就不联系咱走了，就失联了，再见啊，拜拜啊。其实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啊。郎总，我能找你去喝酒吗？我喝的不多，等几个月。找我喝酒，这个我现在吧，这个其实对喝酒呢，还是多多少少啊，持有一定的这种感觉。因为这个喝酒呢，有时候也高兴喝啊，也不高兴就不行。你比如说，你像这个我狼霸气来找我喝酒，没啥意思。如果你说我狼，我带我表妹，我带我表妹，我有个那个什么小姨子啊，对吧？这个是吧？在你们那儿那个牡丹江啊，然后我正好去找她，然后咱一起出来吃顿。你要这样的话就有意思了啊！你说狼我来，你一个大男人你找我是吧？我还得请你喝酒，然后是吧？俩老爷们儿喝完酒去 KTV， 然后飙西过去了，对吧？你就这服务员，你再给我来包瓜子儿，你这就好恶心的啊！小姨子甜蜜蜜，又有人记住了啊！你这个是对吧？好，看看曹操啊。你如果说来找我，对吧？你比如说，或者说是你别来找我，你比如说狼，你来啊！我听说东北那个洗浴文化比较好啊，但是呢，我们这儿也不错啊，我们这儿都是298的。对吧？就得起飞喽，有点啊！你来，我安排你。你这么一说，对吧？你这么一说，我什么感觉啊？对不对？你怎么的有点重点啊？你光搁这儿好，你看，为了防止那个兵过来射咱们啊，直接一个雷爆，后前跳啊，是这个必杀。牡丹江最好地段的房价多少钱一平？你说的是房价，不是门市房，对吧？也不是别墅什么什么的，对不对？就是正常的那个楼房，最值钱的多少钱？大概是12000，大概是12000，就是最贵的是这样的啊。但你要如果说平均下来的话呢，5000，因为什么呢？也确实有一些6、7千、7、8千的房子，当然也有一些2、3千的房子所以说你要问我，你说买一个新楼盘多少钱？大概就是5000，5000块钱，5000块钱能买一个不错的一个新房子就是新楼盘。但是它价格呢是往这儿待着但是它就是一栋楼里面，假设这个楼有100个屋子，大概能住17、18个人吧，空置率很高空置率非常高的
你来，我安排你998吧。太狠了啊！现在你看我牡丹江的话，你像我家的房子，我买的时候是4000是什么鬼？4060，但是啊，现在我卖的话可就不是4060了，现在也就能卖个5700而已，没涨多少啊，兄弟们，没涨多少啊！其实没涨，应该说没涨，因为那个时候呢，我是赶上那个抄底价。那后来它价格回升了，瞬间就变成5000多了啊！我们这边，你像我那个哥们儿他家应该算是超优质量啊，一线顶尖的房子了。那个房子它应该是6-7千啊，6-7千就能在牡丹江买一个非常不错的房子啊，地段非常好，市中心啊，这种。好，我们看看啊。牡丹江是海林市，海林也有特别贵的吧，但是呢也就6-7千吧，我估计啊。看看双 boss 好打啊，如果说是一个大象带一堆小兵就不好打，一个大象带这个孟获，先可以把孟获先打死的啊。狼桑今晚需要投10否？我个人感觉。目前是没这个必要啊，因为这个没有这个啥呀啊，投10也投不到胃口上啊。你比如说投10的话，你说我狼，你想要吃什么？我说我想吃一个298的妹子啊，298高的啊。投10的话得有9局啊，得有9局可以投一手啊。哎，你看这个大象这个身上全都是伤疤。其实你可以看到单挑 BOSS 啊，还是没什么太大的难度的，因为这个没有小兵干扰，所有的 BOSS 呢都是纸糊的啊。就对于高手来说，真的都是纸糊的啊。好了，感谢我们的这个西红柿大聪明啊。这个传说中的辽宁复兴，传说中的野王啊，感觉跟他排位，我们要是跟他打排位，就必须要把他这个野区看好啊，野区看不好的话会炸啊。说话支支吾吾的还不明白吗？我支支吾吾什么呀？我没有，我没有，我哪有啊？有没有海鲜啊？我要吃大海螺，对吧？啊，好，看看，你看，把这大象打下来了。其实我跟大家伙讲一个事儿啊，就是大象啊，就是在那个咱们看《三国演义》里面，你们没发现吗？大象其实真的给这个诸葛亮阵营（括弧除了诸葛亮之外啊），给他们的这个士兵啊都吓屁了。这对吧？你大象这什么这猛兽啊，这种确实打不了。对吧？很多兵他怕野兽的，但是事实上，咱们看那些打猎的，你别管是老虎还是啥的，真事儿啊！咱别说那热武器的时候，就是对吧？就是这个冷武器的时候也不怕呀，对吧？那人一多，用上工具，什么玩意儿会怕？不行我就放火烧山，牢底坐穿，对不对？好了，98不是有比赛吗？98有什么比赛啊？98如果有比赛的话呢，分什么比赛啊？现在是这样的啊，这个所有的这个拳皇阵营啊，分得很皮，这个就是这么个情况啊。你管这个叫火牛阵，这个牛它给尾巴那个地方点上火啊，看样子是要跟咱们拼一手。这个路子感觉是三毛那个从军记那里面的灵感吧，就是三毛给这个牛披上这个炸药啊，炸药包啥的，然后往那个日本人那个阵营里冲，对吧？那牛死老惨了啊！炸完了之后还被人做成牛排，什么牛肉锅、金头玛瑙，
直接就吃了啊！我点了烧烤，等会儿小哥打我电话。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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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烤啊！好，哎呦我去，这个他第一时间是没有爆炸伤害的啊。噔噔噔。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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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妈！我居然还能抢到红包了！我一个人够吃就行了。哎呦我！这个你不知道我的外号叫火车吗？啊，什么火车？就是哐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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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其实不吃的，我都减肥的啊！我下午吃的水煮鱼，串串香，对吧？啤酒必须有，都是撞墙的。回魂夜的曲儿，你们当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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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那个，你说回魂夜啊，回魂夜其实挺好的啊，就是把鬼片跟喜剧组合到一块儿啊，向来都不是这个，都不是这个香港电影的这个对手啊，香港电影做这一方面啊，确实是太硬了，何况是星爷。反正当年我就看那个什么给我乐屁了，那个电影叫，哎，我每次我都想不起来啊，吴君如演的那个叫什么玩意儿？那个叫《施家种地》啊，对吧？施家种地。谁你说我狼不要逼脸？没有，我看那个我看那个乐舞哥进屋了，我看有人那个发那个谢谢老板，我一看这里有事儿啊，对吧？看我那眼色行事，我一看哦，邓思音要电啊，来这里无线电啊 ，radio 啊。这个左慈为啥长得有点像钓鱼的？这个左慈长得贼像那个西游记续集里面那个袁守诚给袁守诚算命那个钓鱼那个老头，你知道吗？确实挺像的啊！每天给袁守诚一位红色的鲤鱼啊，一定要用魔法，要用魔法打败魔法啊！有一些泰国电影也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一些泰国的恐怖片呢，这个有的时候会用到那个喜剧，特别逗啊。其实看那个恐怖片啊，非常的解压啊。看恐怖片就有一个非常解压的点，就是说这个看完之后啊，幸亏我不是他啊，幸亏我不是他的啊。泰国比较出名的一种系列啊，比如说降头啊，其实最早拍降头的还是咱们的这个中国香港啊，很多降头，南洋十大邪术什么的，再就是一些复仇的啊，基本上泰国都是跟一些复仇啊因果报应啊有关。好的，直接一个三杀，真吕布打真吕布，其实并没有大家所想象中，我开玩笑的，我的意思是呢，单挑 BOSS 永远都不是最难，我开玩笑的。我的意思是，没有小兵干扰的话啊，永远都是可以啊，对吧？啊，123，A 一点，感觉这个真吕布跟这个庞统有点东西的啊，一顿彻地钉啊，前天跳手，你看打倒之后呢，他瞬间一个起身之术，然后马上一个前天跳手，你看这就是套路啊，他瞬间一个瞬身之术。一个雷，雪豹啊！其实有一些心理恐惧啊，我觉得真正的恐怖片是人心的恐惧啊，才是最恐怖的。你像那个史蒂芬金是吧？就是有的时候讲这个人性恐怖啊，才是最主要的。
比如你像那个什么迷雾啦，啊，还有我看那个万能钥匙啊，对吧？这都是挺好的啊。还有看一些那种就是主角都已经很努力了在，对吧？他也赢不了的那种，像什么趣味游戏呀、伊甸湖啊这种啊，就坏人就赢了那种啊。好，你看这个前跳 A 这招挺好的啊，这招太赖了，这招确实是赖的啊。雪豹为了定平，噔噔噔噔，哎，怎么柱哥给我发红包了啊？我操！我操，大哥，这啊！柱哥给我看了一眼菜单啊，他给我看了一眼菜单。菜单是花和啤酒听装，加一个烤韭菜，加一个盐烤大虾，加一个蒜蓉大扇贝，加一个烤生蚝3只，加一个辣爆蚬子。我操，这真的是全是海鲜啊！但是这个韭菜壮阳这个事儿是不是假的，兄弟们啊？好，可以看到最后直接把这个真吕布搞死了。可以看出来时间有的时候不够啊。这个难度打真吕布并不是因为它有多难的问题了。首先呢，是你时间够不够用，你伤害跟不上怎么办？好的，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空翼，也是感谢各位的收听。虽然说今天刚刚开直播吧，导致呢这个视频呢，因为它的玩法比较单一，就是禁地，所以说呢多是以讲故事，或者是讲一些人生的经历，或者讲一些说白了就是吹牛逼啊，所以说呢大伙儿不要见怪啊，我也就不多说了。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伙儿的收听，大伙儿喜欢我狼的话就继续支持我吧，我们下期再见。